各位，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4位在喝酒，但是我却没喝。为什么？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你不想得罪客户？对，因为毕竟我们要接业配，他们不需要。1、2、3，请翻牌。哇，3、4、4、4哦，这样。但是喝起来很世故，我觉得是一款蛮耐喝，我自己蛮喜欢。什么是很世故？是被车撞到了。对啊，就出事了，是不是？哦，你看看他那个摸的那个手势，对不对？是不是？哇，太厉害了 ！Oh my god！ 这种感觉，他很温柔的去摸它。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品酒，我是里奥。觉得咱们今天军容盛大，阵容非常的庞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个全新企划单元，叫谁来盲饮。你怎么不讲话？今天就我一个人说就对了，你就一直跟我点头就对了，对不对？因为尤拉想不到社长真的邀了4位女生。我们今天先介绍特别来宾，第一位特别来宾在媒体从业资历，他其实已经超过30年，他只是不想讲而已。 30年有那么久吗？他只是不想讲，他其实只有好好说话，别得罪我们女来宾。他本身在酒类那个非常久啦，然后呢，他现在开始自立门户，有一个 Wine If 的一个葡萄酒，非常的专业，他是 Wine If 的掌门人、首席执行官、总编辑，我们的珍珍，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我要先走喽。再来介绍我们的第2位特别来宾，也是我们第2次上我们的节目，就是99女孩 YouTuber 的掌门人维塔。大家好，我是99女孩 Greta。怎么没有掌声？再来就是我们的第3位凯丽儿微醺频道的主持人凯丽儿，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凯丽儿，微醺频道的凯丽。好，再来就是我们第4位纯酒兴趣的版主娃娃。嗨，大家好，我是纯属兴趣的娃娃，佛系经营。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在早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80%都是波本桶，10%就是雪莉桶。好少、剩下10%就是所谓的什么苏代桶啦、波特桶啦、甜酒桶啦，或者啤酒桶，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兰姆桶啦，一堆有的没有的奇怪的桶子。但是到了现在近年代，开始在玩过桶的艺术。你不只从波本桶过到雪莉桶，你开始过到我们所谓的法国甜酒桶，过到我们的苏代桶，还过到我们的马德拉桶，对不对？现在慢慢越来越厉害了。毕竟我是威士忌咖的，所以我们就邀请到我们4位葡萄酒专家一起来给我们壮胆，好，对不对？不要说我们不专业了，你说我不专业没有关系，我找4个专业的来。原来是社长自己怕被骂，所以找了4位来宾旁。今天第一款酒上的是什么？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就是百富16年法国甜酒桶，非常有名。这款酒刚上市的时候3800元，一直涨到8000元，我们频道都没有拍，为什么？太贵，8000买不起。各位里奥社长只是谦虚而已。所以现在它跌到了4600了，跌下来了吗，跌下来，所以我们决定买它。好，对，决定买它。所以，但到底它的前身法国甜酒桶是什么桶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珍珍来帮我们回答，好不好？毕竟他是葡萄酒的版主，对，如果他不懂，他就回家去。好，那我们请我们的珍珍，到底什么是法国皮诺甜酒桶？皮诺甜酒它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是法国夏朗德省，它产区是这一边。那为什么产区是这边？它其实是一个算偶然的失误。这个葡萄在采收的时候，这个工人呢，他就把新鲜采收下来的这个葡萄压榨成汁之后，他就倒进了这个干邑的酒里面了。然后他也忘记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到过了很久，过了1-2年之后，他把它打开，他突然发现他这个失误，但是造成了这一个干邑竟然比起我们平常大家常喝到的干邑，比如说更香甜，所以叫甜皮诺嘛，它更香甜，它有更多的这个花香、果香的这种香气在这个里面，所以甜皮诺是这样子产生出来。所以它是葡萄酒，然后加入干邑白兰地，它是葡萄汁，葡萄汁哦。对，他当时他是不小心把葡萄汁加进去干邑白兰地里面，所以
这个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是现在的甜皮诺。原则是它的陈年很重要，就是要形成它这样甜皮诺的风味。你至少要在橡木桶放1年半以上 ，OK， 它才会有这个风味，不然是没有这样的风味。好，那再来我们第二款在最近也是在7月份，刚上市发表的苏格登的书袋桶，对不对？这一款酒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刚上市的时候造成市场上风风火火。但是到底什么是书袋桶呢？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谁呢？就是我们99女孩的Greta，到底什么是书袋桶？其实书袋的话，我们英文是 Sauternes， 大家比较常听到。那其实是一个在法国波尔多的甜酒产区，那也是非常有名。那这个产区呢，其实主要会拿来做甜酒的葡萄品种是 Semillon， 因为它的皮比较薄，然后比较容易受到贵腐菌感染。那贵腐菌感染之后，可能皮中就有一些破洞，那这是会让水分蒸发，所以它的葡萄的糖会比较浓缩，然后来做成甜酒。有时候他们也会加一些 Semillon， 然后是 Muscatel 这2个品种去做一些调和，去增加它的果味和酸度，是非常有名的甜酒产区这样子。第3支酒就是过的就是什么波特酒，因为格兰杰其实在玩桶非常非常出名。我们那时候是不是有讲过 Bjornsson 他是过桶大师，对不对？然后那个百富的 David Stewart 他是什么大师？换桶大师。然后呢，里奥社长是什么？饭桶大师。对，这个我真懂。对，漂亮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称号。那到底波特酒它要过波特桶，它的来源，它的过去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凯丽儿来帮我们回答，到底什么是波特酒？OK， 波特酒其实它就是一种葡萄加烈酒，这可能在台湾就是喝威士忌的消费者可能会比较常听到加烈酒这个名字。那它跟雪莉酒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产区是在葡萄牙的北部朵罗河谷这个地方。那它的酿造上啊，它一样是葡萄汁，然后酿造到一半，我的糖没有全部转换成酒精的时候，我加入了中性烈酒，像是白兰地这样子的烈酒下去，然后让它终止发酵，所以我会有一部分的残糖，然后另外一部分我酒精是比葡萄酒在更高一点点，所以可能都会在18到20%左右的波特酒。它跟雪莉酒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它几乎都是甜型的，所以基本上你喝到的波特酒应该很少会喝到不甜的啦。对，然后这边因为地势比较陡的关系，所以几乎都是人工采摘，所以比较珍贵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有介绍过波特酒嘛，但是毕竟那时候我们是那个看 Google 的，然后照念下来的。这样我们没有你那么专业，这样这太厉害了。对啊，你刚才讲的好有那种亲身经历的感觉。对啊，你知道吗？就很有画面，就讲到我们听不懂，就觉得是专业。人家当然是专业，里奥今天只能当绿叶。那我们今天选到第4支，就是我们的这个甜酒过桶了，是什么？就是马德拉酒。对不对？其实马德拉酒蛮难找的。我没有喝过马德拉酒，我也没有，我也完全没有喝过，但是它蛮难找的，而且听说这个尤拉又是9条通买了，对吧？对，好险！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只剩下最后1瓶在大直区。我说，好，马上买。对不对？而且他那时候尤拉回报给我说，有一支酒叫1级摩，可以吗？1级摩当然可以啊，这个如果那个买1级棒更好，1级棒这样。好了，那这个马德拉酒到底马德拉的前身是什么？为什么威士忌要过马德拉桶？我们要问的是谁呢？问的就是娃娃。马德拉的话，它是位于马德拉群岛，然后它是我上网查的话是在大哥伦布时代。那时候因为这个马德拉群岛，它就是会作为一些前往新世纪的一些中继站，所以它一样也是会加入了白兰地，然后来中和它、严防它发酵。比较奇妙的是，因为他们当初就是放在船舱内，然后意外发现，因为船舱的高温，然后加上就是海浪会在那边摇，造就它的酒会变得很好喝，有浓郁的风味，然后又有一些大航海时代的浪漫氛围，所以在那时候又称为航海酒。OK， 好，那各位，我们刚刚透过我们4位专家一起来介绍这个4个就是威士忌过甜酒桶的系列，对不对？所以下一段节目要讲的是什么？请问你们4位有没有要处理对方？有没有说觉得对方讲的不好，乱讲，讲了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有没有补充的地方？有没有？
好吧，他们4个眼神呆滞，对吧？既然没有要处理别人的话，各位，我们全新计划单元是什么呢？就是要透过4位专家来盲饮前面这4款威士忌，到底哪一款威士忌是他们心目中的所选，对不对？这款酒你说不到1000块，马德拉过桶1级某不到1000块999，百富甜酒桶多少钱3800，建议说3800，我买4600，好，对不对？到底价钱会不会成为它的关键因素，还是苏格登会出现，还是咱们的换桶大师会出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会透过我们4位专家来共同盲饮，而且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威士忌。各位，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4位在喝酒，但是我却没喝。为什么？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你不想得罪客户？对，因为毕竟我们要接业配，他们不需要。来宾的粉丝要算账，记得找社长。等一下，我们要接业配，所以我们不能得罪任何客户，知道吗？我们欢迎业配，所以我们就找4位来捅你们一刀。这步旗下的真狠，莫非您是麒麟王？好，进入我们的盲饮环节。好的，我们4款的盲饮已经结束了。是。到底那破音到底哪一款酒是4位女神心目中最爱的过桶威士忌？好期待哦！对，不要以为你威士忌酒商随便过个甜酒桶，我们女生就要买单呐，对不对？你就用盲饮的方式选出她心目中最爱的那一款酒。来吧，把你们最爱的那一款酒的号码把它写上来。最右边是1号。再来2号、3号、4号，你们自己心里最爱的过桶威士忌到底是哪一款酒？配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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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们好了是不是？不讲，1、2、3，请翻牌。哇，3、4、4、4哦，这样。我们3个先要。那我们要先公布哪一款酒？3号好，我们就先公布3号。好，来吧，3号到底是哪一支呢？是哪一支呢？3号就是百富甜酒桶。好，到底娃娃为什么会特别钟情于百富？一定要讲他说个理由嘛，对不对？对，你不说个理由，你就对不起其他3位啦，对不对？来吧，娃娃为什么特别会选3号呢？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支在闻的时候会有奶油味，然后它又带着一点檀木香的味道。那它喝起来的话，除了水果香以外，还有一些巧克力啊，或是软糖的。然后重点是它尾韵很长，很强又很甜，就喝起来有幸福的感觉。我觉得有幸福的感觉，是不是？3位女生，她们都同时指向于4号，对不对？对。到底4号是谁呢？是不是？要公布了吗？我们就公布4号，其实就是里奥社长。哇，恭喜大家，口味好好。我爱红娘，牵起我们友谊的桥梁。想不到吧？这才是本集真正的企划。我们先不要公布答案，我们先让他们那个3位去说说看，为什么会选4号，好，对不对？有道理吧？来吧，第一位，我们由我们的凯莉儿先来说一下，为什么会选4号呢？因为这支我觉得它的整体来说它蛮平衡的，而且其实它是4款里面它的甜感稍微明显一点点的，然后它有一些太妃糖啊，然后有少许甘草那样的尾韵，所以我觉得这支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哦，讲得真好，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开始要 Q 第2位讲，对不对？对，我们要 cue 谁，谁都会觉得难过，为什么呢？哇，前2个都讲完了，那我这样还要讲什么呢？对不对？我们要把谁留到最后？我们肯定把Greta留到最后啊！该不会这是成为主持棒的测验？所以我们就由我们的珍珍先来讲一下，为什么你特别喜欢4号？好，我喜欢4号的原因，除了像刚才凯莉讲的之外，我觉得它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它带有一点点清凉的薄荷的感觉，那可能可以呼应到刚刚讲的甘草的那个味道。那因为我觉得在酒里面，尤其像威士忌，它是酒精比较重的酒，所以如果带有一点这一种，我觉得有点像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便利商店买过一种软的喉糖，它不像喉糖那么凉，所以它有点甜润的感觉，然后带有一点点甘草的感觉，一点点薄荷的香气，所以
这个酒呈现出蛮多这样的味道，是让我觉得喝起来还蛮舒服、蛮顺的一支酒。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龟塔为什么会钟情于4号？我觉得以香气来说，它很有层次。我很喜欢它把它的奶油跟熟果味，还有一些木质跟草味，我觉得它这4个风味融合的非常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口感方面，我觉得一开始喝下去算是蛮紧实的，然后有一点 spicy， 但是喝起来很世故，我觉得是一款蛮耐喝，我自己蛮喜欢的。什么是很世事故是被车撞到了，对啊，出事了是不是？就是你感觉到它有很多不同风味的呈现，但它又不会一下去就爆出来这样。每次呢，龟塔来都会弄一些很奇怪的那个词来告诉我们，对不对？就刮都是刮嘛，对不对？要用冷凉。你们现在是不是现在开始很紧张，对不对？对。到底第4支是哪一款酒呢？来吧，我们就请我们的尤拉公布4号酒款到底是哪一支威士忌呢？拿错了。第4支苏格登苏带桶。我们已经公布了我们4号酒款，就是我们的苏格登的苏带桶。哇，果然苏格登厉害。这2支新出来的真的是打趴前面。你说的哦，打趴前面你们哦，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故意我讲的。我正式的跟你们说声对不起，然后从这一集开始，尤拉就不会再出现这个节目了，好不好？尤拉一句话打趴了我们50集的努力。好吧，那我们最后必须要感谢我们4位葡萄酒专家、意见领袖来参与我们谁来盲饮的单元。但是最后，还是要让他们说几句话，对不对？那个平反一下说，其实我也是要接业配的啦，对不对？来，珍珍说吧，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观众朋友说的？没有，无话可说，漂亮。来，龟塔换你来，漂亮，龟塔请说。来吧，就我其实睡好漂亮了。好了，那你说，真的说。想要业配我们4位的话，就是欢迎到以下的网址来业配，我们会好好的认真的对我们的账号，我们会好好认真的喝你们的酒的。好，他一个人就帮他3个人讲完了。他们有放银行账号在下面，但是我们接受 Line Pay 比较快一点，比较快一点。好，我们的谁来盲饮单元今天非常的圆满，但是我们最后，尤拉想了一个小游戏来跟大家玩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小游戏单元，来，怎么玩这种小游戏？来，尤拉说。好，等一下呢，我们的小游戏叫做猜酒瓶。猜酒瓶的意思就是我会请来宾先把眼罩戴上，然后呢，我会出题给他，然后并让他摸3支酒，让他猜出这个题目的答案酒款是哪一支。那我下去蒙咯。好，蒙。我先吗？当然是啊，我把撩好。好。这种表情好奇怪哦。好了吗？在摸什么啦？上酒瓶。好，你的题目是，请猜哪一瓶是葡萄酒？这有一共几支啊？3支。这太好猜了啦！哎呦，你知道这太好猜了，因为如果专家就知道怎么猜，专家摸哪里，我等一下跟你讲。看哪个比较深呢？这一支吗？答对了，你把你的眼罩拿起来，为什么呢？其实葡萄酒它在这个瓶底里面，它有个凹槽，对不对？它只要凹得越深，其实它就是葡萄酒了。好，对不对？这个太好猜了，你是不是？你放水是不是？莫名其妙，这样没有惩罚啊！这样你答对了，这惩罚就惩罚我们嘛，是不是？来，尤拉喝了。我喝吗？客气的，对不对？客人答对我们喝。好，那我要喝哪一支？客人答错，他自己喝。那我就先喝百富甜酒桶好了。还是像。我刚才想说，我都没有喝到，好不高兴哦。我们既然那个客人答对了，对不对？我们就自己自杀，自己自喝。哎呦，尤拉好酒量，尤拉好酒量。好，来，再来就是我们的第2个游戏是龟塔，对不对？对，是龟塔来。好，请把眼罩戴起来。对。你龟塔刚那个眼神看着我说：“你不是要来带我吗？”所以我想说你们不要欲擒故纵，你们不要出3个葡萄酒，然后问我说哪一个是小龙哪个。好了，我们现在3支酒瓶已经摆好了，放在你面前了。我靠，这太难，这要猜什么？请你猜哪一瓶是欧肯威士忌？好难哦！他是葡萄酒专家，然后你问他哪一款是欧肯威士忌？对。你问其他凯利尔或娃娃，他们搞不好摸得出来。当然不行，那么简单啊！一定不是这支吧？我们给你，这支有肩膀。我们给你个提示，好不好？好。
粗。什么意思？三个都很粗啊。我猜这只好了，确定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3、2，这只比较粗啊。有啦，要喝第2杯了。来，有啊，上。哦，你倒哦，你杀气很重哎，你倒这样我都接受，你倒这么大杯，那你要帮我喝吗？没有。好了，再来那个前面2位专家都过关了，对不对？进入我们的第3款游戏，就是我们的凯利尔来上。这次要猜什么？好，这次的题目是猜哪一支不是高粱酒？3支里面有2支是高粱酒啊，但有1支是威士忌啦。可以摸了吗？可以摸，请摸。尽量哦，你看看他那个摸的那个手势，对不对？是不是哇？太厉害了 ！Oh my god！ 这种感觉，他很温柔的去摸它。我怀疑有人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猜了吗？凯利尔，这个我不要，漂亮，各位。好紧张。来，凯利尔开眼罩，你答对了。为什么呢？各位，其实你摸瓶头就知道了，因为高粱酒都是旋盖的，啊，是吗？对，威士忌基本上都是那个软木塞的。哦，哇，里奥社长，烈酒专家呢？上酒啊！你在干嘛？有啊。我挺你一杯了，莫名其妙会不会抢游戏啊？这样。好喝吗？好喝难怪3位女神都给他第1名，难怪这款就厉害。再来就是我们娃娃，对不对？来，眼睛我看他多顺手，马上自己先蒙好了。他表示他玩过这个游戏。来，上酒。娃娃，请你在你前面的3支酒款选出来，哪一支是 VSOP？就是哪一支是白兰地的意思嘛，对不对？娃娃在摸的时候，哇，这个怎么酒瓶变这么短？头前那就等等那这么那就变成对掉。上面怎么感觉有灰尘？因为我早上才从社长办公室借出来的。打开你的眼罩好不好？这个游戏有啦，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搞了一个游戏，然后他们全部答对，都我们在喝，因为我们还要在那个录节目录下去，对不对？毕竟下一集主持人还是我是不是？下一集还是取消小游戏好了。对，莫名其妙。好了，那个我们里奥社长来一瓶酒，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谁来盲饮当元，下次见，拜拜。拜。